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 BBC 的文章，作者是麦迪文 Stephen McDonald。 周日3月5日开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是习近平史诗般权力争夺高潮的一个象徵。这位领导人彻底改革了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置于核心位置，没有人有机会挑战他。这一方面最明显的体现将是在这个年度政治会议上宣布的人事变动。有近3000名代表参加这个橡皮图章式的政治会议。以国务院总理的这个位子为例，这个人管理着世界第2大经济体，理论上在权力结构中仅次于习近平。即将离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在第一天成为焦点人物。会议最后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李强将是新一任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尤其是就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来说。10年前，习近平的反腐行动引发了一场动荡，让相互竞争的政党派系遭受破坏。在去年10月的中共20大，产生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现在这个中国最高权力机关都是习近平的支持者。在这次会议上，还将更换各部门的领导和部长职位，他们都被认为属于同一阵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胜任，但是他们敢面对让他们上位的人提出无畏而坦率的建议吗？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多年的人士告诉 BBC， 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他真的可以在新的领导班子下把事情做好，但另一方面他有被困在回音室的危险。那么这些任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什么？如果李强真的是新任总理，在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被筛选过的提问，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迅速崛起的过程。去年作为中国金融之都上海的市委书记，他领导了为期2个月灾难性封锁行动。由于这个原因，当他被提拔为中国共产党的2号人物时，许多人感到震惊。与其说是封锁，不如说是管理的有多糟糕。将外卖司机限制在家中，意味着食品和药品无法有效地运送到数百万不能外出的人手中。上海出现了严重的食物短缺，而当食物终于送达，居民们上传的照片显示，到手的蔬菜已经腐烂。全市封锁接近尾声时，人们受够了，他们踢开了为限制他们而设的围栏，与卫警卫发生了冲突。这些警卫是为执行当时令人讨厌的清零政策而设置的。观察人士质疑，对这一重大协调失败负责的人怎么能被委任管理整个国家呢？首先，他的过去不一样。在过去的几年里，商界的一些人将他视为一个能够避开党的僵化的创新者。他很聪明，他是一个优秀的经营者，但他肯定因为他的忠诚得到了这份工作。当主席让他跳，他会回答多高？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 Jörg Wack 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伍德克一直在中国做生意，多年来一直与共产党高层打交道。他说，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清零政策的负面影响。由于清零时期的创伤，人们在消费方面很谨慎。他说，人们对中国过去几年的情况感到震惊，他们害怕冒险，做决定时非常谨慎。这种创伤在上海尤其明显，在外国投资方面，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已大大减弱。不过，伍德克并不认为这完全是李强的错，其他商界人士也有同样的看法。李强被认为是把特斯拉带到上海的功勋人物，这是该公司在美国以外的第一家工厂，他被允许成立自己的合资企业，不需要像其他外国汽车公司那样与中国伙伴合作。李强在2019年宣传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点时表示，这将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地区，将成为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在某些圈子里，他被视为一个较自由派的人物，
愿意通融。然而，现在还不清楚的是，他现在是否会成为一个有权力的规则改变者，因为他有习近平的支持而不害怕做必须做的事情，还是会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在习近平的阴影下，只是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服从和执行。早在2016年，他就成为江苏省委书记，该省是以科技公司闻名的东部富裕省份。他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其他高管会面，针对中国的商业环境寻求建议。但那是不同的时代。近年来，习近平下令控制科技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变得过于强大，不利于自己的利益。很常见的是，这些公司的负责人消失，以便接受共产党纪律检查官员的询问。最新的一位是亿万富翁银行家包凡，他帮助达成了数起关键的科技公司交易。这似乎不是李强过去会鼓励做的事情，但他和习近平交情很深。在来江苏之前，他在上海以南的另一个富裕的东部省份浙江工作。当时，习近平是省委书记，而在李强成为省委秘书长后，两人常常工作到深夜，给上级留下深刻印象。习近平与即将离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从未有过如此交集。在习和李一同升迁的时期，中国领导层的集体决策程度要高得多，在某种程度上，李克强是他的竞争对手，他也被认为是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你不禁会想，如果李克强而不是习近平成功了，现在会如何？李克强是一位聪明的经济学家，他在文化大革命后不久毕业于北京大学，他通过权力集团共青团在党内晋升。错过最高职位后，李克强很快就被放在习近平之下的总理位子上。习近平之下的中国，他的影响范围是自中国开国者毛泽东以来最广的。在担任总理期间，李克强曾称，在中国各城市重新引入摊贩可能有助于复兴经济，创造更活跃的氛围。但那些在北京响应号召的人很快又被警方下令离开。在习近平之下，任何让首都看起来落后或过时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即使有总理的建议也不行。在北京，这行不通。李克强被认为支持前领导人胡锦涛，胡在去年的20大会上被带下了台。不管这是因为胡锦涛生病了，还是因为他的盟友在晋升时被忽视后他制造了麻烦，这个至今仍无法解释的谜，在全世界注视下让上一个时代终结。在被带走时，他友好地拍了拍李克强的肩膀，李克强也点了点头。李克强将因强劲的经济成就而被人们铭记，但他任期结束时陷入了清零政策危机。在最糟糕的时候，他说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并呼吁官员们要注意，不要让相关疫情限制措施破坏增长。但是，当干部必须选择是听从他的指令保护经济，还是严格执行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权衡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能胜过习近平，他现在已经让党按照他想要的方式站好队了。他面临的唯一危险似乎是，在部分公众中他的声誉受到了影响。在广泛抗议后仓促放弃清零政策，房地产危机，年轻人失业率高，对科技行业的打压和对服务业的巨大伤害都有损他的地位。毛泽东在经济完全崩溃的时期得以幸存，因为当时人们没有那么多可失去的东西，无德可说。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中产阶级的父母开始担心他们的孩子不会比他们过得更好。那些希望看清这个经济大国走向的人，将密切关注今年的全国人大，特别是那些在会议上被提拔的人。如果一切如习近平所言般美好，这位领导人也将扫除前面路上所有障碍。不久，中国应该会开足马力再上路。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表现不佳，那么困难的问题就会开始出现。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